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拜登用粗口攻击普京。对此，俄方回应称，拜登的做法不太可能冒犯到普京，只不过是羞辱了美国和拜登自己。另一方面，俄军夺取重镇阿夫杰耶夫卡后，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2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可能会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军队即使不是现在，也会在一段时间内抵达基辅，而莫斯科称为基辅政权的乌克兰县政府必须垮台。Где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 Не знаю. Я думаю, чт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о чем я сказал, значит, нам еще придется много и серьезно работать. Будет ли это Киев? Да, наверное. Это должен быть и Киев. Если не сейчас, то через какое-то время. 梅德韦杰夫称，基辅由以美国为首的俄罗斯的敌人控制。他说，所有在那里官方机构履职的人都是傀儡，所有决定都由大洋彼岸和北约总部做出。俄乌冲突爆发初期，俄军曾一度兵临基辅城下，但后面不得不撤退。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阿夫杰耶夫卡等多个方向击退乌军攻势，在顿涅茨克方向控制了一个名叫波贝达的定居点，摧毁乌军坦克、装甲运兵车、火炮、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电子战基地等装备和设施。俄防空部队击落多枚导弹、火箭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前线地区发生81次战斗，乌军在6个方向击退俄军66次进攻。乌军对俄多个人员及军事装备集中区、防空系统和设施、后勤中心以及无人机地面控制平台实施了打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俄军苏25攻击机机组人员持续打击红利曼方向的乌军阵地。此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俄军卡52M 武装直升机机组人员对顿涅茨克方向的乌军据点实施了打击。据航空引导员的报告，目标被成功击中。顿巴斯重镇阿夫杰耶夫卡上周二落入俄罗斯控制之下，俄罗斯武装部队军人在此视察受损建筑。Они бежали за железную дорогу. Также наши соседи, наши товарищи вели штурм, получается, по правому флангу. И тем самым мы их прижимали, брали в круговое. 据该镇的一位居民说，俄罗斯部队的到来受到了居民的欢迎。欧盟从去年开始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不过本月2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有关谈判已经暂停，并预计将推迟至夏天。冯德莱恩指出，在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前，欧盟无法为讨论这一问题奠定必要基础。欧洲议会选举将于6月6日至9日举行，而乌克兰总统选举原定于今年3月31号举行，但据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达尼洛夫称，在当前冲突结束之前不会举行选举。周三，德国政府发言人黑贝施特赖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理解。Aufgrund der aktuellen Kriegssituation in der Ukraine ist die Durchführung landesweiter demokratischer Wahlen doch massiv eingeschränkt. Also wäre massiv eingeschränkt und dadurch gar nicht möglich. Und insofern haben wir Verständnis für die Verschiebung der Wahlen.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的一场筹款活动上，将气候变化议题与俄总统普京扯到了一起。拜登表示，我们有像普京这样的疯狂 SOB， 让世界总是不得不担心核冲突，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英文缩写 SOB 是一句常用的粗口，类似于中文的混蛋、王八蛋。对于拜登的粗口，普京22号微笑着讽刺说道，拜登的言论说明自己有关更希望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的言论是绝对正确的。Послушайте, мы же с вами недавно говорили, и вы меня спрашивали, кто для нас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ее в качестве будущ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Я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Я сказал, что мы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с любы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Но я полагаю, что для нас, для России, Байден более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й президент. И судя по тому, что он сейчас сказал, я абсолютно прав.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адекватная реакция на то, что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с моей стороны.
除了普京本人的回应，俄方也通过外交渠道密集做出反应。俄罗斯克里姆林宫22号回应说，美国总统对另一个国家的元首使用这样语言的做法，不太可能冒犯到普京，只不过是羞辱了美国和拜登自己。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发出强烈抗议，认为拜登的言论令人发指和不可接受。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拜登应记住，美国人是把这个粗鲁词汇和他儿子亨特·拜登联系在一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则回击称，拜登是个无用的老家伙，老糊涂。事实上，这不是拜登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侮辱普京总统，他经常将普京描述为杀手等，并表示他无法继续掌权。普京对此发表评论说，祝愿拜登身体健康。正午短评，热点直说。美国总统拜登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粗鲁言论备受瞩目。那一般来说，即使两国敌对，领导人之间也会尽量避免直接的人身攻击，因为一个是国家外交礼仪的问题，那另外一个也要为将来留下回旋的余地。而这不是拜登第一次对普京出言不逊了，可见他并不是一时兴起，其目的除了妖魔化普京，给自己的乌克兰政策拉票之外，也顺便打击了一下对手特朗普。相比拜登爆粗口，普京本人只是微笑着讽刺回应，其实更符合一般的外交礼仪，也留下了足够的余地。至于直接回骂之类的红脸角色，则是由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和梅德韦杰夫等人出演，分工非常的明确。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议会21号表决通过反对与巴勒斯坦人达成永久解决方案的国际指令，反对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的立场。巴外交部则称，以方的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此外，联合国国际法院于19号开始在荷兰海牙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多国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的军事行动。2月21号，以色列议会以99票赞成、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表决通过，支持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的反对任何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提案。The people of Israel and thei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are united today as never before. The Knesset voted overwhelmingly to oppose any attempt to unilaterally impose a Palestinian state on Israel. Such an attempt will only endanger Israel and will prevent the genuine peace that we all seek. Peace can only be achieved after we achieve total victory over Hamas and through direct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out preconditions. 巴勒斯坦外交部的声明表示，这是以色列坚持挑战国际社会的行为。巴勒斯坦国在联合国获得正式会员国资格，并得到各国承认，不需要以色列政府批准。巴外交部要求以政府根据国际法承认巴勒斯坦国，落实两国方案，并确保未来谈判取得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于19号开始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讨论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问题带来的法律后果。在20号的听证会上，南非、智利、巴西等10个国家进行了发言。巴西代表表示，以色列必须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占领。Israel must put an end to the occupation of Palestine. Its primary obligation is to cease and not repeat the acts and omissions by which it occupies and prolongs the occupation of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俄罗斯代表在21号的听证会上也表达了相同立场。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塔拉布林在发言中表示，两国方案是巴以之间的最佳良方。Negotiated two-state solution with an independent, viable, and contiguous Palestinian state peacefully coexisting with Israel will be the best recipe for bringing an end to Israel's violations, creating guarantees of their non-repetition, and redressing the damage. 中国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巴勒斯坦人作为被占领的人民，有权抵抗。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stems from Israel's prolonged occupation of Palestinian territory and Israel's long-standing oppress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The Palestinian people fight against Israeli oppression and their struggle for completing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state on the occupied territory are essentially
just actions for restoring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served as precise legal foundation for their struggle. 近日，俄罗斯报道称，中国的态度与美方表态形成对比。美国则坚称，两党将通过外交解决巴以问题，但美国斡旋的谈判一直偏向以色列。联合国安理会22号就巴以问题举行常规会议，中方代表再次呼吁以色列停止对拉法的军事进攻，确保人道援助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全力防止冲突外溢，重振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2天前，由于美国行使否决权，安理会再一次错失了推动在加沙停火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安理会行动的核心必须是立即实现停火，有关信号必须明确、清晰、无误，而不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安理会此时需要的是强大的决心，而不只是谈判技巧。张军重申，两国方案是国际正义的底线，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侵蚀两国方案基础，停止针对巴勒斯坦民众的强制转移，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搜查、抓捕和袭击。